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磊。今天的视频我们带来一期力克318 250T。Okay, got it. Okay, got it. Okay, got it. 力克318分为两个排量，一个是力克300，它的排量是276；一个是力克250，它的排量是249。我骑的这台是力克318 250T 特别版。这个车我是在今年5月份骑回来，到现在为止已经骑了800公里左右，有些使用体验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我们今天所有的录制视频将会使用飞宇口袋云台 Pocket 2S 进行录制。对我骑车录视频而言 ，Pocket 2S 最大的好处是它的可分离3轴云台，我可以通过手柄实时观看，也可以拍摄任何我想要的角度。最主要的，它可以兼容 GoPro 底座，配备有磁吸盘可以吸附在金属表面，给使用者提供了巨大的想象，包括拓展空间。可以车载，可以穿戴，头盔安装完全感受不到重量。支持 4K 60帧 1080p 120帧拍摄，130度超广角人脸追踪。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飞宇官网。我们先开始最无聊的介绍细节。首先前挡风它可以选择，我用的是低风挡。这个前风挡的材质用的是防弹塑料，路上崩起的石子对这个风挡造不成任何伤害。但是希望后期厂家可以升级一下，因为风挡和车壳有缝隙，所以每次洗车这里面很难擦到。它的铝合金反光镜设计很科学，可以向前扳倒也可以向后放倒，并且它的质感很好，也都是自己开模，并不是在淘宝包括拼多多可以随意买到的通用件。这里温馨提示，后视镜晃动要检查一下紧好螺丝。这个带有透镜的近光灯在发动车之后它是常亮的，上面的灯带通电就会亮起。正前方配备一个 GoPro 视角行车记录仪，它的清晰度可以达到1080和720，并且降噪的效果非常好。查看和下载视频需要第三方软件，只是下载速度有点慢。不过据听说立刻马上会有升级。它的减震器用的是昭和减震，这个减震器非常贼，它可以过滤 80% 颠簸路面，支撑力也非常好，但是不适合大飞大跳。不过毕竟是踏板又不是越野，因为它的整体调教偏软偏舒适，回弹和压缩都是偏慢一点，而且因为是踏板车，所以行程也短。从舒适和支撑力的角度来说，我觉得这个调教最少国产前3。它这个前刹车用的是双浮动碟盘，对向8活塞卡钳不是双通道 ABS。关于前8活塞卡钳这个事儿，很多兄弟都有疑惑，会不会因为前刹太灵导致摔车？以我个人在骑行过程里，入弯前大力使用前刹和弯中使用前刹，以目前来说都没有发生侧滑。主要的原因是它有 ABS， 并不是一刹就抱死，而且 ABS 的介入相对靠后，用熟练之后这个刹车非常给力。不过厂家为了刹车皮更耐磨，选用的刹车皮可能比较硬，导致新车没有磨合到位，刹车皮可能会异响，但是不影响使用，磨合之后就会变好。它的前后轮胎用的是正新半热熔运动胎，这副轮胎在干燥路面、潮湿路面抓地力还可以，但是积水路面抓地力较差。我能给这副轮胎这么高的评价，是因为光是这台车减震和车架帮轮胎加了50分，不然光是潮湿路面在我这这一关就过不了。因为是半热熔运动轮胎，所以在比较松软的泥地附着力也比较差。其实我觉得这样测力克比较过分，因为这种泥地XADV 750过来也不好使。顺便温馨提示一下，这种路面慎用前刹。为什么说XADV 750来了也不行？因为这种沙土比沙还软，所以我就是故意刁难下力克。值得称赞的这种路面，它的减震真的不错，没有过快的回弹导致弹跳，也没有减震到底那种当当的声音，也没有全车塑料壳刺耳的挤压声。可以说力克虽然第一次做整车，但是能看出来非常用心。另外碎石路面也温馨提示慢刹车，因为 99% 的 ABS 车型在碎石路面依旧会打滑，包括侧滑，所以各位摩友碎石路面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另外踏板两侧配备有装饰暖风出口，这个小拨钮可以开启或者关闭出口，不过这个只是一个装饰品，因为它的下压嘴风扇位置是在暖风出口的下面，并不在正前方，所以你可以感受到暖风微乎其微，因为它的暖风是顺着底盘被吹走，所以把这个理解为装饰品就可以。脚踏这一块的设计我觉得非常好，既可以起到扰流的作用，也可以再通过积水路面让积水溅不到腿上。两侧防滑脚垫在新车的时候容易起边，我当时以为是起胶造成翘边，直到撬开才知道人家是卡扣设计，越骑越牢。提车1周以后脚垫我都抠不起来。侧支架有熄火功能，而且里面有胶垫，这个胶垫主要的作用是提起侧支架，不会出现廉价的金属碰撞声。这些细节的确可以看出来力克真的非常用心，而且这些地方基本没人注意，包括它的车架我在泥水里泡过，没有出现车架生锈起泡，包括车架防锈期脱落的情况，因为这种泥水最伤车。不过底盘有一点要吐槽，大架的杠杆壁导致离地间隙太低，通过马路牙包括一些较陡的驼峰路，
比较容易磕这个部位。不过即使吐槽这个地方，它的离地间隙依然有 14.5 厘米，而且这个部位可以护发动机抵磕。另外汽车大家给个好评，因为随便一个娘们儿可以轻松抬起大架。我们可要知道这是一个195公斤的车重，不得不说杠杆原理使用的真不错。后乘客脚踏使用的是全铝锻造，这种结构重量轻强度高，不过它没有使用飞屑的功能。没有使用飞屑本来是要给一个差评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我可以不用，但你不能没有。结果发现脚踏里面有个小皮垫，这个就很细节，关闭的时候也不会有噪音。空滤包和传动盖的质感非常好，虽然是塑料，但是没有廉价的感觉。后减震有4段可调，也有定制颜色白色和红色。后减震整体质感要比前减震更舒服。后尾灯使用了熏黑处理，并且使用了双闪模式下的转向优先。简单点来说，在双闪模式下，当你需要打转向灯，不需要关闭双闪，双闪灯会让转向优先。这种设计的确很值得称赞。称赞过后吐槽一下，这个排气管扯倒是没觉得，但是这个排气管它不隔热，虽然大概率不会烫到脚，不过温馨提示，有顾虑的摩友可以在里面贴层隔热棉。另外这个排气应该马上就会改款。其次摩托回来2个月，暴力骑行差不多1000公里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换机油，首保应该300公里，我准备2000公里做首保。你没有听错，对国产就这么苛刻。另外这个坐垫用了缝线的处理，看起来很有手工的感觉，不过应该是皮革，好在非常柔软，而且座椅宽大，并且下雨天和洗车后擦掉水渍，内衬不会湿，这一点也很值得点赞。坐垫中央的腰靠总给人错觉，以为它可以调节，实际上它是一个固定的腰靠。前置储物箱这个按钮最早的一批车是没有的，不过用户反映太平不好开，于是第2批车型厂家增加了个按钮，方便用户更好的使用。这个储物箱的深度大概一个手机的高度，里面有一个5伏1安的 USB 充电接口，车把下方的储物盒可以放眼镜包括手机，厂家在里面贴心的做了储物盒，可以保证手机包括眼镜不被塑料划伤。我们仔细听下来，很多设计真的非常细心，说明他们有在骑车，不是在做办公室。这个是力克318遥控钥匙，按下之后车辆解锁双闪闪烁，无钥匙向右是全车通电，再往右是打开油箱。通电之后仪表亮起，它用的是炮筒仪表。无钥匙向左拧是打开马桶。318的马桶是有2级可调，这是第1级，还可以开的角度更大。之所以能开这么大，是因为它有滑轨设计，而第1级也是一个伸缩杆的设计，并且厂家怕你不会使用，里面还有小的说明，居然写的手往回拉，可以说非常接地气。上方有个胶皮垫是防止头盔被塑料划伤，而且马桶背面有很多祥云图案，这个也很细心，因为这种地方没人看见。马桶内包含随车工具，这工作包质感非常不错。这个马桶的容积是可以放一个全盔一个半盔，除了超大号头盔几乎都可以放，可以说这个马桶空间真的非常大。马桶内有光感照明灯和一个5伏1安的 USB 充电插口，这个后盖里面是一块蓄电池，马桶底部有块原厂送的防滑垫。另外我这个是高坐版，坐高790，我坐到最后面脚尖着地，正常坐姿可以保证脚掌着地，不过它还有低坐版750可选。另外由于刹车灵敏度比较高，所以它的油壶有个温馨提示，需要车主在骑行时先适应刹车。它的双段式喇叭很值得一说，这个喇叭轻爱柔和，重爱洪亮。另外一个设计，当你深按喇叭，它的远光灯也会亮起。我觉得这个设计可以非常有效的提醒对方车辆，而且喇叭的声音真的非常洪亮，我在街区行驶都有些不好意思用。整体骑行感觉一句话就可以概括，4平8稳。以我个人来说，这并不是一台强调运动的车，而是一台主打舒适和安全的踏板。它的起步转速在3200转，从3200转到5000转属于非常柔和的转速区间。转速超过5000转，你会感觉油门反应非常灵敏，并且超过5000转会有次很强的动力输出，而且整体过程没有顿挫。可以说你想激烈驾驶，油门一次干到底，也会有很强的加速感。不过它的最高时速我实测是121，动力输出在80以后相对较慢，其实跑到121并不是最快。这台车最快我跑过136，但是从121到136基本是悠上去的，而且要路况和天气非常好。跑到136它的转速已经到了8900转，所以我们严谨一些，最高时速121，0百加速我实际测试12秒。我觉得这个数据还可以更快，因为它和我首保没换机油，包括人的体重有很大关系。顺便一直加速到120，这个制动真的非常给力。
至于车架和操控部分，我觉得这个车有点太稳，甚至稳得过头。我们如何判断一台车好操控？首先，假如这台车它的装备总重量400斤，但是我们实际操控可以骑出150斤的感觉，这个时候可以带来相对轻盈的驾驶体验。另外一方面，可以把它比喻成一个400斤的铁块，可以骑出150斤的感觉，而且不松散。比方你在时速100到120，需要迅速超越前方车辆，然后回正，这个时候车架带给你的体验是完整的，不松散。在这一点，我觉得力克在国产没有对手。而相反，如果一台车操控性不好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骑着4个相互碰撞的铁块。你可以想象一下骑着4个相互碰撞的铁块什么感觉？最重要的，当你超车之后需要回正，车有自己的想法，这个时候真的很危险。所以一个摩托工厂对车架的调教至关重要。同样重要的是一副好的减震，提供良好的支撑力，以及抓地力相对较好的轮胎。可以说一台好的摩托，车架、轮胎、减震构成了主要的操控体系。至于整车声浪包括震动，这台力克318它的整体调教属于怠速比较陡，骑起来反而不陡，不过依然有3个抖动区间，分别是怠速时速110，包括时速130也感觉车把有点震。除此以外，从0到100它的震动感非常小。至于大家关心有没有龙头偏左或者偏右的情况，我在实际骑行里并没有发现。我觉得这个可能跟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。另外，油耗实测在 3.5 到 3.8 左右，我应该是目前力克250圈里面骑的油耗最高，因为其他的兄弟都在 3.2 左右，这可能和我的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。视频最后简单总结一下，力克的优点在于发动机运行品质比较好，车架整，用料高，颜值好，最主要的力克的售后服务态度也很不错。近期力克250出现问题之后，有摩友在哈罗摩托发帖，力克厂家的回答是将心比心，车辆出现问题之后，我们处理好这个问题，让摩友感到满意之后，他会自己删帖或者发个澄清帖，而不是和所有厂家一样选择删帖。不过它的缺点也很明显，好在厂家一直优化，好在售后服务态度不错，不然你这1个月优化一次，谁能受得了？另外一个缺点，无钥匙，落锁速度太快，打开马桶盖取个东西，车已经锁上来。厂家可能是为了避免你忘记锁车，故意调这么快，但是我个人感觉真的过于灵敏，过于快。我一直以为我是最快的，原来力克比我还快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内蒙一直下雨，所以视频录的可能比较短暂一些，不过优点和缺点已经说得很明白。准确点来说，力克无论操控、质感，在我的心里完全可以排到国产第一，但是和进口摩托依旧有差距。顺便澄清一下，这个发动机不是 JY6， 因为我拆过这个发动机，它和 JY6 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另外，这个车架也是进口车架升级而来，整体设计部分也没有抄袭，可以说是完全的自主设计，并且全车 60% 的零件来自于国外大厂，剩下的 40% 也是国内可以叫得出名的厂商。视频最后，我觉得力克对得起中国制造这4个字。就聊这么多吧，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